这位老者面容甚是可怖，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酒馆。原本热闹的餐馆瞬间鸦雀无声。两个外地小伙不明所以，旁边的客人为其解释：老头住在镇子里的西角大宅，那里是出了名的鬼屋，凡是进去过的人全都有去无回。小伙不信邪，吆喝老头过来，让自己开开眼。见老头毫无反应，转身就走。俩小伙瞬间来了脾气，这小伙上前拍住老者的肩，老头只转身轻轻一拍，小伙就一瞬间倒地不起。同伴见状抽刀上前，老头就也给了他2下，俩小伙就这样得偿所愿的一起上路了。这时，天星庄庄主路过此地，下马查看二人竟是天星庄的人，打探得知是鬼屋老者所为。伙计怎么也不肯带庄主去鬼屋，庄主便掏出一锭银子，让客栈伙计帮忙收敛下葬二人。随后带着妻子准备夜探鬼屋，好好探查一番里面情况。遇到好心人劝说他俩不能去，可是二位却是半点没放在心上。二人武艺高强，胆子也是很大，本以为夫妻联手武力值超群，怎料随着一声惨叫传来，次日外边就多了2具尸体。昨天收钱的热心客栈伙计好心送来2具棺材，正打算收敛庄主夫妻2人时，路边又来了一队人马。邱大人发现庄主夫妇的惨状后，即刻调转马头赶往天星庄报信。邱大人见了天星庄少庄主阿俊，先出言肯定了阿俊的办事能力，然后告知庄主夫妇出事的遭遇，想要阿俊跟他一起去鬼屋探查。此时出现一白衣女子出言阻拦，他告诉阿俊，父母留有遗言给他，一是不要跟当官的有来往，二是不要到鬼屋去，也不要报仇。邱大人一听，你干脆报我身份证，抽出双刀便向白衣女子砍去。女子年纪不大，身法却是超群，虽然没有还手，众人却无可奈何，只是单纯的躲避也是捉不住他。这些人以多欺少，也真是不要脸。女子玩累了，说别跟着我了，随手甩出2枚珍珠断后，接着便施展轻功离去。邱大人却是一路紧追不舍，一路撒丫子死命的狂奔，终于在一棵树上发现了白衣女子。邱大人询问姑娘珠子的来历，可是官腔打起来实在让人厌烦。姑娘说，想知道那你得先打得过我。不出所料，肯定是打不过这姑娘的，刚才更多人都不行，更何况她自己。姑娘说，你追我呀，追到了我就告诉你。邱大人跑了个马拉松，还是让甩了。这个男人是白衣女子的三哥，他跟白衣女子分头行动起来。邱大人这边，他并未返回天星庄，而是来到了这间白龙庙。原来他跟手下都住在白龙庙里。邱大人掏出女子做暗器的珍珠，这是海南贡珠，是皇室贡品。追查已出逃皇宫的废帝，这珍珠是非常有用的线索。废帝定然藏在这鬼屋附近。邱大人认为鬼屋凶险异常，可以拉阿俊入伙，让他当挡箭牌。这时，白衣女子再次现身，嘲讽几人不要脸，拉别人垫背。邱大人不跟他废话，直接招呼手下，想要3人合力将这女子抓住。女子赤手空拳，手中的刀始终没有出鞘。邱大人一行竟是不能近身，眼睁睁看着女子潇洒离去。阿俊这边骑马急匆匆赶路，被等着的三哥给拦着了去路。邱大人可不是好人，你不要掺和。但是这个阿俊是怎么也不听劝的，铁了心非要到白龙庙去找邱大人。白衣女子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。但是阿俊坚持要帮父母报仇，接着人就又动起手来。阿俊自然是不能与白衣女子抗衡，三哥此时也出现了，两人一起也是劝不动阿俊的，说不听只能把人给打包带走了。邱大人一行人等着阿俊上门，等不到才知道阿俊已经走丢了。三哥劝阿俊不要再想着去鬼屋，可是父母之仇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三哥劝不动阿俊，二人又动起手来。白衣姑娘此时又出现了，两眼难劝该死的鬼，你想去便去吧。阿俊这边在路上正好遇到邱大人，酒楼这边又有想要找废帝的人，这4位就是鲁东4虎。他们听说了消息，来跟老板打探，都是想抓了废帝当御前总管。邱大人、阿俊来到鬼屋附近的酒楼，一行人正商议着如何行动，却不知白衣女子再次出现。她这次扮作店小二，在上菜时偷偷将珍珠偷回，随后抛进另一桌的酒盅里。桌上坐着的正是鲁东4虎，也是来找失踪的废帝的下落的。一眼便认出珍珠的来历，由此推断出废帝应该就在附近。正当4虎高兴非常之时，邱大人这里不乐意了，
想想自己的御前侍卫总管想得美，这人十分无耻又阴险得很，把阿俊给推了出来，给他当枪使。阿俊这傻小子，缺心眼站出来就打。不得不说，阿俊脑子不好，身手不错，进攻防守之间滴水不漏，反击时又不失灵敏，纵身一跃跳到楼上，抬手便割下了一个耳朵，似乎接二连三都被打落楼下，急忙夹着尾巴一起逃跑了。女子与店老板打个眼色，随即便追上出门的鲁东四虎，手起刀落，如吃瓜砍菜般利落。此时屋里的阿俊又跟人打了起来，对方手持一把绿色油纸伞，竟然能跟阿俊难分伯仲，二人武功不相上下，打得难舍难分。两人同时起身，借助桌子决力时，门口的女子甩出珍珠相助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男子直接就认输。这女子紧跟其后，出手狠辣老练，油纸伞不是对手，这总管没有当上，先把命搭上了。他在窗口打手势示意，老板表示收到收到，接着便拿出一坛酒送到阿俊桌上。少侠有件事儿要跟你说，前几天收了你爹一锭银子，帮忙敛葬你家的2位下人，你爹不听劝，也非要到鬼屋去，我就没赚钱，这一锭银子都用上了，现在尸体还在空屋里放着，您方便的话还是赶紧运走吧。阿俊赶忙跟上老板前去查看。阿俊查验尸体，心情沉重，怎料尸体突然诈尸，一声惨叫过后，阿俊跟其父母尸体已经消失不见。邱大人决定几人先去鬼屋查探，阿俊跟着假扮尸体的女子后边，两人一路追一路逃不停歇，跑了10里地，女子才停下来，警告让阿俊不要再追查鬼屋，父母之仇岂可不报。阿俊不听劝，这边门前俩手下害怕不敢进去，手下不行，邱大人不能不行啊，鼓起勇气推开了这吱呀的大门。邱大人默念一声和谐社会，迈着飘忽的步伐到处查看，推门进了一间屋子，只见一具骨架在里面等着他。邱大人这时又去到了后院查看，只见粼粼鬼火四处欢快的飘荡，还有好几个小鬼飘飘荡荡。邱大人吓得赶忙拔刀挥舞，却发现他们竟然都是真的鬼魂，立刻大叫有鬼呀有鬼呀！吓破胆的邱大人撒脚丫子就跑，三人策马狂奔，丝毫不敢停留。遇见失踪的阿俊，大声呼喊三人，也当没听见，不敢停留。阿俊无奈只能步行回去了，不过他又遇到专门等他的三哥。阿俊拜托三哥带他到鬼屋去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阿俊根本不害怕，可是他不怕，三哥怕，这不吓跑了。阿俊大叫我不怕鬼，你们出来呀！然后后院这粼粼鬼火就动起来了，还有这些鬼影也舞动起来。随着一声惨叫，院门关闭，阿俊生死未卜。此时的邱大人还在一路狂奔，急着赶来求见大内副总管。副总管一听便嘲笑起来，讲文明树新风，相信科学都不懂吗？他当即带着大批手下出发，准备将这神秘鬼屋一举铲除，这次定要叫废帝插翅难逃。副总管老奸巨猾，他听说鬼屋老头经常到客栈来，也认定这客栈一定有猫腻儿。在副总管的强势威逼之下，客栈中人再也无法隐藏下去，女子也装作店小二藏身其中。她掏出匕首迎头而来，这些朝廷鹰犬人数众多，他们武功虽高，时间长也吃力。随后将匕首掷出，跳上桌子，将放在梁上的宝剑取下。有了趁手的武器，架打得更加勇猛。三哥也在楼上开始出手帮忙了，几人都被一群鹰犬围攻，再怎么能打也是寡不敌众啊。混战中，邱大人被女子斩杀，看着这一副混战的样子，副总管决定亲自出手。他甩出竹签，瞬间杀了老板，随后抛出手中筷子，胖子用竹签将筷子接下，再用力将其震回。副总管将筷子接住，然后把筷子几下就给捏碎了，举起自己的铁砂掌走上前来。铁砂掌果真不是盖的，2打1对战总管也是没戏，他直接就将三哥的竹竿掰断。副总管跟上一掌打在其背后，然后一掌拍出，竹签捅穿了三哥。女子势单力薄，抵抗不住，只能撞破屋顶逃命。他在野外将紧跟的追兵甩开后，便匆忙骑马往回赶。回到鬼屋后，进入密道，这密道下面真是别有洞天，里面各种野鬼都藏身于此。女子跪在老头身前，喊了声师傅。老头的身份终于真相大白，他便是前皇宫大内总管。皇帝内乱，带着废帝藏匿于此，本想装神弄鬼掩人耳目，如今既然已经暴露行踪，也只能背水一战了。副总管很快便带人追到鬼屋，即刻下令让这些人冲进来。本来阴森可怖的宅子站满了人，女子趁机放到了最后边那个，接着很快又给弄死了一个。
这个还好没给弄死，这俩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在野鬼与女子的袭击下，侍卫很快便死伤惨重。这白衣鬼打起来也很带劲呐，副总管只能亲自出手，直接取下野鬼的面罩。面罩下的人就是失踪数日的阿俊。只是这副总管的铁砂掌着实厉害，他们两人联手也难以抵挡一二，只能老头亲自出手。这副总管的武功，老头也不是对手，他的面罩也被总管取了下来。原来当年他带着废帝逃出皇宫时身受重伤，至今仍未痊愈。就在他们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阿俊的父母也现身帮忙了。夫妇二人也是废帝的支持，之前假死只为掩人耳目，众人围攻大内副总管，但是如同蚍蜉撼树一般，众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即便是车轮战也根本没有用处。最终老者以身饲虎，牵制住总管，死死地攥住副总管双手。阿俊趁机腾空而起，一剑将副总管解决。老者这个忠心之士最终身死殉职，剩下的人为防止再有追兵前来，决定带圣上坐船出海逃亡。本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